我现在到大阪的关西机场啦。从小看着生活时尚频道的东京印象长大，每次主持人林丽介绍一些日本好玩的好吃的时候，我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，羡慕着。那个时候要去一次日本可不容易，印象中好像需要各种担保、银行流水之类的。现在朋友圈内3天2头有人晒日本游，羡慕死我了。这次终于凑够了时间，凑够了钱，来了一场久违了的初见日本之旅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大阪的四天王寺。四天王寺建于593年，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代表性建筑。当年信奉佛教的圣德太子曾向4大天王像许愿，说如若打败政治对头物部氏的话，便向4大天王建寺。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啦。4大天王寺的红柱白墙的统一建筑群风格，带有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建筑特色。虽然千余年间遭遇了无数次战火与重建，但仍旧保持了原来的风貌。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，就是这个寺庙最具有象征性的五重宝塔。我现在在奈良的若草山上，然后我们是来喂鹿的。你看我身后一大片鹿，我觉得喂鹿这件事情就是来关西旅游必做的一件事情。我非常建议一定要来若草山上喂鹿，因为在山下面喂鹿的话，就是人很多，然后鹿可能会有一点点攻击性。但是如果你在山上的话，一个是人少，你有很多机会跟鹿拍美美的照片。你在山下面可以先买好鹿饼，是300日元买了2打鹿饼上来喂鹿的。你每一片饼呢，你可以分成4份或者甚至更小，然后这样子喂鹿，反正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体验，非常推荐，非常推荐来奈良玩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叫有机亚咖啡的地方，一杯是 chocolate mint cappuccino， 是这一杯。这一杯是叫什么来着？whatever。然后反正它是抹茶口味的，感觉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有抹茶，还有果子，还有巧克力，就感觉应有尽有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口感好不好？这个是抹茶口味的，现在来尝一下。我要破坏这个脸了，好不忍心啊！奶油，变花脸了。上面就是一层奶油，挺好玩。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点心。岚山的竹林小径啦，这条路真的是从山下走了非常远的一段路走到了这儿，但是看到这个后面的美景，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一来。岚山的竹林总让我脑海中浮现当年去安吉游玩的经历。初中的时候和爸妈去摘杨梅，高中的时候和挚友去漂流，都是回想起来开心的能让人热泪盈眶的记忆。
和神社鸟居的颜色是统一的朱红色，制作这种朱红色的材料是水银。当心愿实现的时候呢，人们就会向神社供奉一座鸟居。这种风俗在江户时代得以普及，个人也可以供奉。现在最便宜的鸟居是5号，金额达到175000日元；最贵的鸟居是10号，供奉金额达到130万日币。哎呀，拿不出来，太不专业了。哦，3。啊，这个千本鸟居真的好深好深啊！这一路走，一开始走了一点点，觉得哦，千本鸟居大概就是这样这么一点路，然后它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长，所以如果要来千本鸟居，并且想要把这条路走完的人，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就如果你走到非常里面的话，就是拍照的人会非常非常少，所以人真的很少很少。看现在。我现在已经到了稻荷山的山顶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要来逛稻荷神社，你要走千本鸟居的话，记住这是一个爬山运动，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跟着鸟居就上来了，后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不过我们终于到山顶了，纪念一下。来京都福建稻荷大社那一定是必去的一个景点。我们稀里糊涂就跟着鸟居上了山，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。书上说整段上山路程约有4公里，沿途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小神社，感受那种神秘的氛围。但是如果你想上山顶一览众山小，那是想多了。山顶就如从视频中拍到的那样，除了神社什么都没有。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走得稍微远一点，人少，多拍拍照片视频。这里有个网站，里面详细介绍了整个线路的景点。去之前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，否则就像我一样，去了觉得除了神社外啥都没有，但其实还是很有看头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天龙寺，它的回廊式庭院非常有名，尤其是这个曹源池。那么进入到这个庭院呢，你是需要花500日元买一张门票的，你可以单独买这个门票，不需要去买其他的寺院的门票。这样现在是6月初嘛，整个是一个春天的氛围，所有都是绿意盎然的。如果你想要去看樱花的话，那就必须得提前4月底左右来。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枫叶的话，那么就要选到9、10月份这样子过来，会比较适合一点。向导跟我们说，寺庙可以不去，但是这个日式庭园还是很值得来看一看的。6月初的庭院已经完全没有樱花的踪影，一片绿意盎然，少了些日本风味，作为游客来说还是有些遗憾的。哟呼，我们现在在宇治，后面的就是宇治川。来到宇治当然要品尝正宗的抹茶冰淇淋了。其实做法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香草奶油冰淇淋上面撒上抹茶粉。不过第一眼看到这个做法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很新奇。虽然店铺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不过这是导游老师总结下来的最好吃的一家，可惜忘记名字了。当然，宇治不仅有抹茶冰淇淋，还有世界著名遗产平等院。不过平等院有名的凤凰堂目前由于修缮等原因是不接受参观的，但是凤翔馆很值得一去。它是一个建筑风格很特别的博物馆，而且里面有中英日韩4国文字讲解，是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。